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王鹤棣哭戏第一眼夜引发热议，刘亦菲、赵丽颖等人曾在哭戏中涉及第一眼夜。虞书欣和王鹤棣主演的《苍兰诀》自播出以来，评价不断攀升，两位开车的艺人又打出精彩的圈子。男主王鹤棣在玉龙的出场就被骂得够呛，实在是让他心灰意冷了一段时间。然而，随着《兰花的秘密》的传播，不仅语言交流发生了转折，而且名气也通过了他出演的过去的节目，达到了他的职业巅峰。然而，一张《苍兰诀》的背景照片却将王鹤棣推上了风口浪尖。尽管兰花的机会的场景片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幸福的，但说实话，整个场景真的让全场都哭了。就在王鹤棣饰演的东方晴苍因小兰花的不足而分开哭泣。好东西中，王鹤棣哭的其实很可怜，很不幸，得到了网友们的一致好评。就在这时，一张背景照片中，只见他一手握着虞书欣，一手拿着一壶眼药水。会不会是他所有的哭戏都来自这个眼药水容器？不过，制作者王一旭不久就回答了《苍兰诀》历史上王鹤棣拿着眼药水的方式。他说是因为艺人哭得太厉害，眼睛里满是沙子，所以他希望用眼药水来清洁眼睛，以免加重。我很想相信你，不要插手。节拍。事实上，真的，无论王鹤棣的哭戏是否真的是现场大沙尘暴的直接结果，眼药水都是用来清洁眼睛，防止刺激的。尽管如此，王鹤棣的哭戏既然离家那么近，坦白说，如果有眼泪，那也不算什么。总而言之，某些人哭得没有眼睛。事实上，媒体中有许多专家在拍摄时使用了眼药水。说实话，最受欢迎的是 Angelababy。在她帮艺人刘德华之前，以剧中有哭戏为由，演完戏后孩子哭不出来，最终基本不可能。被忽视的结果，孩子居然连安迪都没有波澜，根本不知道怎么哭。最终，安迪实在是受不了了，只好给杨颖滴眼药水了。还有艺人王子文在拍摄《阴阳师》时，也因感情未定，还期待用眼药水来衬托哭戏。考虑到王子文可能在开拍前和工作人员谈得太开心了，心情也很好，开拍后好一阵子都很难进入对方的感情。此外，今年热播《梦花录》的冠军刘亦菲在录制哭戏时还使用了眼药水。之前在《神雕侠侣》的录制中，扮演小龙女的刘亦菲和扮演杨过的黄晓明都用眼药水完成了杨过和阿姨相遇的深刻哭戏。16年后的事实，可以看出，由于没有准备关系，金庸先生同样感到失望。此外，另一位85后小花赵丽颖在拍摄《楚乔传》时，也曾用眼药水拍过哭戏。那时，赵丽颖正躺在男主林更新的怀里，可能是因为她一直无法酝酿自己的感情，所以她直截了当地请林更新帮忙滴眼药水，终于完成了拍摄。起初，儒家专家认为，爱哭的杨超越应该是极易拍到哭戏的，综合考虑，她是爱哭的。然而，令人吃惊的是，杨超越在录制哭戏的时候却哭不出来，最后需要用眼药水来完成这个哭戏的拍摄。事实上，在商业上，有很高的承受能力的艺人在眼药水中哭泣。有的时候艺人一天大哭一场，把眼泪弄完不哭也不难，或者为了在镜头里好看，社长也会提议让艺人用眼药水。因此，儒家专家不会反对艺人使用眼药水。儒家专家承认，只要艺人融合了他的情感，就有可能出现还是没有眼泪，或者眼泪比较少，现在用眼药水就可以解决问题了，这些其实都是很奇葩的。让儒家高手无法理解的是，那些不怀好意，还用眼药水来处理哭泣场面的工匠，还得到了这个世界的补偿。不得不说，这些工匠应该受到大家的抵制。02诚意新剧作风解析被杀，莲花楼组狠打个人，制片人吸鼻涕。诚意
曾舜晞、陈都灵主演的《莲花塔》已经让粉丝们翘首以盼，时间一长，他们也快撑不住了。在莲花楼的录制过程中，路透社不断出现，这些路透社照片和录音来自中间拍摄。8月28日，荷花施工人员化身补给现场，以惊人的力量殴打工人们的录音体。小射手一步比高个科目管理员更早回来，科目管理员却不断前行，将拳头收起来，直到旁观者称为警察，才能远离更残酷的殴打。注意到那个音速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唯一拍下照片的人首先被压到了顶峰，没有太多的回旋余地，而地板上的工人拿着一顶帽子把他的 T 恤和破坏了，他把它折腾下来。在他不得不报复和反对的情况下，另类的工人主体可以直接封锁他。权力分歧令人难以置信的人工摄影艺术家可能想放弃他们的阻挠，并聘请他们周围的人来命名警察帮助。然而，其中一个声音在最初阶段开始使用强权的帮助下，变成了快速的阻碍。截至目前，枪手已经主动流鼻血，他冒险返回并大喊大叫，但没有得到同情。接下来的一拳让他流鼻血，流光满脸。虽然视频只是一个未婚简报，但其荒谬的无情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出现的拍照部分影响了该机构的录音画质，但这种殴打的文凭绝对让该团伙经历了相当的寒意。可以说，船员的这种行为方式更是异常的没完没了。他们把这个规定放在了他们倾向的后面，他们只是关注大约殴打和发泄他们的怨恨，同时忘记了比他们更早的男人或女人也是居民。俗话说擂台为利，擂台为利，中间人拍照的上推和海量，与发烧友、站姐的勾心斗角无异。为了提前看到明星的留影，了解明星在录制的某个阶段的动作，他们会定期烧币让人们拜访剧组拍摄其中的精妙之处，并购买他们爱好拍摄的照片进行比例和收集。爱好者和站姐们不明白，这种行为是很不喜欢的，似乎是借助机构的手段。老实说，他们的紧张和令人惊讶的阴沉的爱情，使他们坚持将中间人的拍照企业推向减少的边缘。据说，假设没有业务，就不会造成损害。莲花楼剧组部分击败了出现的厂商，相反，他们也一直在警告不同的出现的电影厂商想要杀鸡警告猴子。另外，也有部分网友认为这变成了借助剧组故意完成的，忽略了项目的自我意义和凶猛程度。无论如何，这些没有人文关怀的工作人员中的一个和任何一个工人团体中的一个残酷的主题，绝对可以让爱好者继续保持他们对这次展览的假设吗？尽管主要的艺人都是来表演的明星，但他们难道不完全了解机构在做什么吗？尽管为了获得录音而在跟进过程中确实存在失误，但不法行为并非总是毫无疑问的。关于这些殴打视频中的一个溢出的危险，莲花塔工作人员和大多数粉丝会考虑吗？